原来和牛去不去世对肉质的影响可以这么大，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和牛店真的很残忍，每一头和牛的性别跟是否绝育都会根据菜品选择，这也是一个农历的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变态，但我还是很好奇。すみません。18時半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ね。他家这个装修，如果不是那个烤盘，没有一处像是要吃烤肉的。每天只接待5桌客人，因为都是店长一个人负责烤肉，剩下的服务员就负责端盘子，真专业啊！菜单上每一头和牛的编号、性别、有没有做绝育都写得很清楚。但实际上我也很想问，为什么绝没绝育都要写出来？算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，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菜是芝士泥甜虾刺身，中间加的是炸的脆脆的虾头，底下是土豆泥跟果冻，因为它那个虾肉是现剥的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生软，有一点点腻。然后下一个菜是这个，它跟你的舌头接触的一瞬间，你的舌头的体温刚好可以让和牛的油脂化开，所以你能直接尝到肉的雪花的味道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的第一块里脊肉是和牛三明治，上面铺了一溜黄芥末籽儿，这个横截面特别的好看，它刚放到唇边咬下去的那一刻，会有一种看郭老师视频的感觉，非常的快乐。它的脂肪和肌肉很平衡，口感又很嫩，所以它的齿感特别像双皮奶，但是因为它的肌肉纤维很细，也很烤肉。这是一整块横膈膜肉，第一次见原来长这样，但是它要断断续续的烤30分钟，所以先上了沙拉，别家用黑松露都是给肉用的，他家是配沙拉，真的奢侈。这个是我最爱的韩国菜参鸡汤，里面是西葫芦、枸杞、红枣跟鸡胸肉，就是一闻会有非常浓的黄油味。我发现他家烤肉都是往生的烤，他家的蛇跟肉吃起来很像烫的没有那么熟的菌根儿，嚼起来嘎吱嘎吱的。然后这个薄薄的是蛇尖肉，它就是有点类似于潮汕牛肉的牛胸口肉，那种脆中带软的感觉。连接处的肉其实卖的很贵，因为量很少，它吃起来真的很像口香糖。横膈膜肉也烤好了，它会比别的部位的肉更软，也比其他部位更肥，因为它的纤维是很多很多层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千层蛋糕。这种还没烤的里脊肉看上去真的很像南齐金枪鱼，肉也没有多余的筋，就很好嚼。里脊肉就是金枪鱼的中枢。然后下个菜是和牛寿司，小杯子里是调制好的蛋液，直接往上倒就行了。包住饭团的瞬间，先是你的口腔内壁感受到了蛋液，然后再是咀嚼之后混合的那个香气。肉眼部位的肉就是每一片汁水都很饱满，就是每嚼一下都会有汁水溢出来。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之后，柠檬冷面真的是很解腻。这个是吃到现在最像韩国菜的一个菜，它那个汤真的很酸爽。甜品是一杯巴菲，粉粉嫩嫩酸少女。总之就是他们家讲究很多，肉质真的很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吃了饭记得好好刷牙，卡样。德克士这种从小吃到大的店，像是以前每年暑假的订饭。又到了吃快餐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必须得吃手枪腿。最近实在是吃了太多各式各样的菜，我们回归一下初心。手枪腿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听说最近出了新品，今天就来尝一下德克士的新品。其实每一次主要是来吃手枪腿，已经闻到炸鸡的味道了。但这次他们的新品是把手枪腿和汉堡惊艳结合。我看到了，就那个手枪腿堡，就他们甚至还把这个手枪腿堡做成了手枪腿的造型，就是说一个爱吃手枪腿和爱吃汉堡的人都有被满足到。好香。这次的2个手枪腿堡都是汉堡中不太常见，但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口味，一个是傣式酸辣鸡手枪腿堡，还有一个是麻酱麻辣拌手枪腿牛肉堡，就是不走寻常路，对吧？啊，好可爱啊！傣式酸辣鸡手枪腿堡里面夹的是手枪腿造型的鸡腿排，它这个大块的鸡肉金光酥脆，我想直接立即马上来一口，就是一口下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浓郁的酸辣酱的味道，而且还配了很多木瓜丝，吃起来就是很清爽，不会很腻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口味就很适合夏天。我们还点了第2个麻酱麻辣拌手枪腿牛肉堡，它里面用的是微辣孜然风味的植物基牛肉饼，虽然它是植物，但是它其实嚼起来的口感还是很扎实，它真的很还原牛肉的口感。我其实想重点表扬一下这个麻酱麻辣拌酱，麻辣拌那个上头的辛香辣味，再加上芝麻酱和花生酱的坚果香，还有一种在吃东北菜的感觉。它里面甚至还加了藕、木耳跟腐竹，就是麻辣拌里面最常见的配菜。它这样吃起来其实都不像汉堡了，因为口感太丰富了。麻酱好浓郁，而且是孜然味道。果然，国内的快餐界和国外一样的卷。最近德克士还出了很多新饮品跟甜品，而且感觉每个颜值都很高。7月5号到9月5号，新品汉堡第2份还半价，感觉有点划算了。而且现在点甜品再加3元，还可以再来一份。小朋友才做选择，大人当然全都要。平时我们在日本吃过的那些有的没的，还很危险。这次回成都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好吃的，又到了胀饭的日子啊！这家店的后厨还在米其林餐厅干过，这种新中式的菜真的很得劲儿。回成都最开心的就可以随便喝饮料，霸王茶鸡，回国真的很幸福。到了，先说没有接这个餐厅的推广，上一次来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又来了。点的第一个小前菜是亲嘴豆腐，清理的清，这个豆腐的密度特别的高，咬下去的齿感特别扎实，配着旁边的豆瓣酱，现在就想下饭。甚至这个有点像在嚼鸡蛋布丁的感觉。下个菜是热拌鲈鱼，不是鱼露，是鲈鱼哦。啊，装什么？刺儿是真的多，但它这个口感确实在鱼肉里面算很细腻的，特别是肚子上这种一大块，加一点香菜跟剁椒，酸辣开胃的同时又很上头，就像你在半夜嗦那个酸辣凤爪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他们家的柠檬加的真的很多，然后是茶碗蒸蛋，感觉每个川菜馆都会有，他家真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慕斯蛋糕，特别老成都的味道，而且它蛋里面还是调过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又咸又甜的感
感觉。上面的肉勺加的是那种成都老酱油，酱香特别浓。到底是谁在说只有江浙沪才会用蒸蛋拌饭？我超级喜欢这个蒸蛋，你们一定要单点一个。然后这个才是我今天的最佳。掀开盖子的时候已经在咽口水了，它接触你舌头的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像是酸汤鱼的汤，但是你马上又可以尝到牛肉跟芹菜泡在汤里的米饭，米粒会很饱满，所以一口下去口感真的很丰富。特别是你把饭跟芹菜一起嚼，里面的酸菜跟芹菜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加的是泡椒鸡，它这个真的很辣，它里面泡椒和子姜的味道特别浓，还加了很多小米辣，有点自贡菜那个感觉。真的鸡汤娃娃菜，鸡汤不是很浓，但是那种脆甜脆甜的口感真的很修正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吃甜品吧。它还是一个糖油果子加冰淇淋的组合，好怪啊！糖油果子还是得吃街边老店那种，很好吃其实啊。然后是土豆炖排骨，这个很像我爸在家烧的那个味道，而且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小排，一咬就脱骨的那种。那个土豆炖的也很入味，就连里面的心都能吃到红油的味道，而且还沙沙的，这个排骨越嗦越上头。然后最后我们点了一个我最期待的菜，就川式腊肉拌饭，端上来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很诱人，腊肉的香气真的很明显，就很像你掰开竹筒饭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除了青菜末还有四季豆、五季豆、六季豆啊。为了配这个饭，点了一份干腰合炒，所以我发现他家的饭比他家的菜还要用心。就是总的来说，他家是那种分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一次可以吃很多菜的饭店。感觉又说了一句废话。而且推荐指数8，我是真服了。关西最高评分的烤肉店在京都啊，尊都假都。在和大家打了5次电话之后，总算给到了我一个位置。筹备京都之旅的时候就发现，艾饼在这里真的有很多漂亮的民宿，所以我们立马找了个金听家。金听家说白了就是以前京都的有钱人住的别墅，于是立马和朋友坐新干线飙了过去。我一直觉得京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城市，它没有东京的那种富丽繁华，但是很多世界级的米其林都会选在京都开店，还有很多远离城市像动画里的民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订的民宿，它从外面看就非常的京都，里面有3间卧室可以住6个人，这个浴室不要太大，还有2个厕所，一个单独的洗衣间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宫崎骏的感觉，让人很舒服的卡其色。你在我那个庭院面前一坐，感觉自己在演。在谷歌地图上现在已经4点4分，从民宿过去坐车只要8分钟。他家用的和牛是新培育出来的基因，日本还专门立法保护这种牛，所以它也能算得上是现在日本烤肉里的1线级别。吃完饭回到民宿里面躺着，感受京都夏天晚上的风，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秋天也要好好吃饭哈。给大家表演一个帅哥啃菠萝。嚯哟！你们看我旁边这个巴西大哥，在赢了韩国队之后都笑成什么样了？甚至感觉今天来吃巴西烤肉，上菜都比平时要积极一些。好，大耳挖机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吃一点有氛围的东西。但是说到巴西，我不知道除了巴西烤肉以外还有什么，好像还有个巴西鸡肉派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吃烤肉吧。今天涩谷的这家巴西烤肉真的非常非常的绝。虽然很不愿意，但还是夹了一些活到150。他们家这个自助餐吧，主要是沙拉和甜品。今天可以活到160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，为什么每次吃饭之前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环节。我真的很想手动拉一下进度条。今天的第一口给到他们家的烤鸡肉，巴西烤肉的特点一下就出来了，就是火大，它会把鸡肉烤得特别的外酥里嫩，它把它里面的汁水锁得巨好，鸡肉那个滑滑的口感还有点像白切鸡。然后下一个是我一直很期待他们家的蒜香牛排，超厚一块。它这块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会把那个蒜香腌得很入味儿，油肉流出来的油就是蒜味儿，特别的香，肉感十足又不会很噎人，蒜你厉害。然后是牛里脊，典型的没什么脂肪，但是由于火候把握的比较好，半生的感觉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嫩，好吃，但是没有巴西的感觉。3分熟的里脊，吃起来会有水牛的那种味道。再来一根香肠，它这个香肠密度特别的大，就像我婆婆给我舀的饭，真会压。但是要说香肠还是德国好，下次德国踢赢了再去吃好了。这个也是巴西特色小吃，芝士薯饼，并不会拉丝，浅尝一下就好。下一块是烤牛的三角肉，果然这种孜然味的烤肉还是得用生菜裹着才好吃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，烤菠萝，是不是很难想象它是什么味道？它外面会烤的那种焦香焦香的，然后因为它是烤过的，所以它吃起来完全没有酸味，非常神奇。亚马逊丛林的属于是他们家的烤羊腿肉我也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巨膻，我操，膻疯了，太爽了，甚至让你有一种吃羊杂的感觉。你感觉有1万个草泥羊在你嘴巴里面奔腾，这种时候就要配一个烤洋葱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应景。烤过的洋葱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苹果味儿。接着又是一块烤牛排，哎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滴血的牛排？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感觉血水旁边的你还挺好吃的。对了，他们家有个小妙招，就是吃腻了你就去问他们要那个菠萝，瞬间回满血，总共20多种肉。巴西人真的是很幸福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面。今天我在逛街的时候，突然觉醒了一个人生新爱好，原来给别人花钱比给自己花钱爽那么多。但是也不是乱花钱，就当做市场调查了。日本到底什么新番最火？电击人、异兽魔都啊，是你们想的那几个吗？最火的其实是什么呀？我操，好怪呀！你们二次元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期完全没有任何剧本，也没有任何情节安排，随便拍的送钱视频。我们现在在日本东京的秋叶原，今日消费正在寻找采访目标中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有采访过人了，慌的一批。目标出现了。哎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一个事情吗？你们今天是来买什么的呀？下如果你们回答对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可以满足你们今天在秋叶原的任何一个心愿，可以吗？你们想买什么都可以，可以吧？好的，
日本现在最火的动画前3的动画是什么？如果你们说对2个，这个问题就算答对了。间谍过家家是一个，鬼灭肯定有，电击人，电击人肯定有啊，那必须有。那过家家也是一个，然后最近那个影之实力者也挺火的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采访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？这个小哥一上来就答对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第1名没有人猜。你们都不看死神的吗？所以我们就帮小哥满足他的心愿。所以你们现在是想来买什么？买点手办吧。什么手办？可能是JoJo吧。还好是一个我比较懂的，虽然JoJo的手办在日本不多，但毕竟你来秋叶原，没有什么买不到的。すみません。JoJo のフィギュアありますか？全部1階ですよね。非常顺利的找到了一个展示柜，突然开始害怕了起来。那我能拿这个成太郎了。你决定了吗？啊，决定。小哥非常有品味的选择了空调成太郎，这一款是真的帅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炒到这么高，我有点想知道它的原价是多少。希望小哥喜欢他的手办，玩得开心就行。所以我决定以后的每周6，我还是在老地方交新朋友。我吃了3片他那个大肉，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的后悔。自从我来了日本，就吃了非常多的便当，但是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今天这样的什么呀？肘子肉，太噎了。今天在油馆看了家特别劲的店，据说它是一家专门为大胃王设计的便当店，店长甚至还开启了一个挑战，如果你能顺利吃下这个2间的便当，就可以迎娶他的女儿。啊，怎么可能？这家店现在在油管上面特别的火，不仅是因为它量大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它便宜，有多便宜，待会儿对比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来的地方是龟户，今天我们还特意找了个大胃王，林华，注意看，他今天特地穿了一件宽松的衣服，看来他并不打算保留任何实力。我以前在学校门口点了半斤面，被同学笑了1学期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店面，非常的朴素，门口的横幅就写着寻求挑战1公斤便当的人。店里的便当也非常直接，想吃什么都可以直接拿起来看。我发现它种类异常的丰富，价格和重量也写得很清楚，有鳗鱼炸鸡厚蛋烧，也有生姜火腿可乐饼，还有这种炸鸡超厚肘子肉，还有这种大阪烧、炸鸡、章鱼小丸子。七龙珠可还行，它甚至还有这种350日元的超低价区，折合人民币才19块。这种陨石饭团也很劲。我今天要挑战的就是这个肘子肉。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あ2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真实的1公斤哦，拿在手里像提了一个铅球。为了吃他们家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想看一下我能吃掉多少克，所以还专门准备了一个秤。好大的小区。到家我们先要给便当加热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嘿嘿，他那个底盘直接被压死，笑死。那个微波炉根本转不动它。但是不管3、7、21、7、9、28，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总共是5片肘子肉和4坨炸鸡，中间还有一条炸虾，一点咸菜。它这里面的菜都是今天早上用新鲜食材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先尝一下鸡块，看是不是真肉。是真肉。它这个炸鸡应该怎么形容？其实没有很多淀粉，但它就是有点像跑了1000米之后的我，软了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扎实。不能说难吃，就是有点噎人。来，我们便当的重头戏，肘子肉，它真的是很厚的一片，感觉它在扯我的筷子。好日本的味道，特别的照烧。先说感受，好吃，特别的肥，像咸烧白的加厚版，但是它是日式照烧的口味，又咸又甜。当你把它里面的油嚼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想刨饭。但是这种快感也仅限于2片肉之内。当你吃第3片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整个食道都挂满了猪油，非常独特的体验。换个口味，吃根炸虾，虾肉本身还是嫩的，就是外面的淀粉已经软了。接下来我们直接快放吧。谁能替我把这期视频拍完啊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吃了多少，还剩多少。肉的话只剩2片肘子肉和一个虾尾。你吃了300克、200克、270克，你还称了半斤，骗人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在此宣布挑战1000克便当，80吧。再看一下大胃王吃了多少。你才吃了124克哎！所以我们到底在挑战什么呀？无语。当然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打包回去继续吃。不能浪费，家人们。今天的视频非常愉快，而且推荐指数7分，嘎巴眼儿。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。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。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就是看它这些可以往里面加的配菜，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但是就在它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真的说一句，然后我就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他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。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
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，还是要再来个菌花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了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，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杰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，嘎面啊！日本环球影城卖的这些东西也太魔幻了吧！这些真的是设计来给人吃的吗？在环球影城关园前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是决定来大阪看一看，毕竟谁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早就已经听说了 USJ 会很多人，他们家是早上9点开门，我们7点半就先来排队了。然而永远不要低估日本人的排队能力，非常夸张。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品尝一下日网上盘点的 USJ 奇葩美食，然后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去新开的马里奥馆，这个馆现在巨火，还要抽中了才能进去。想看玩的部分的话，可以搜别的博主。今天我们是来觅食的，这个馆现在就只有一个餐厅，进门就会发一个专属的菜单，菜的设计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老人的风格。点好菜之后拿着这个牌子去座位上等就可以了。其实整个餐厅就是在一个蘑菇树里面，第一次进来真的是傻眼了，不愧是任天堂，里面真的特别温馨。因为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点了2份意面，还有一个道具蛋糕，肉丸很给力，还不错，7分。这个方块蛋糕我非常推荐，是好吃的。日本人在甜品上面果然还是有一套，然而这点分量那肯定是不够的。旁边就是侏罗纪公园，据说可以吃到恐龙肉，也不知道是霸王龙还是迅猛龙啊。我们先买一坨小的试杀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卤猪排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甜口的，带一点黑胡椒的烟熏味，8分。再往前面走就是哈利波特的城堡，整个环球影城最牛逼的地方。这里餐厅的装修都特别的神秘，就跟电影里面那种老酒馆一模一样。菜品没有刻意的添加哈利波特的元素，只是还原了电影里面那个设计。厨师的造型也很可爱，这就是我点的烤鸡套餐，里面是半只烤鸡和一根玉米，还有些烤的土豆。就虽然说是烤鸡，但这个鸡的味道和烟熏鸭的味道很像，表皮烤的脆脆的，但里面的肉还是很嫩，鸡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玉米是真的把我感动到了，这是糯玉米，你们敢信？来日本第一次吃到了糯玉米，这一盘可以给9分。然后追加了一份魔法蛋糕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在冒烟，但我有预感肯定不好吃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魔法酱料给它摇匀，变成粉色之后就可以把它浇在棉花上面。不过姐妹们，我不骗你们，这个真的巨难吃，这个好像是我来日本吃到过最难吃的甜品。拜拜，赶紧到旁边的好莱坞去买了个冰淇淋，小哥的笑容好可爱，买的是草莓和奶油巧克力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天气好的时候买一碗坐在店门口吃，还是非常爽的。但就是旁边这个小黄人馆的音乐太大声了，只有过来把你干掉了。这个园区就是充满了欢乐，包子里面是咖喱馅的，意外的还不错，7分。虽然还有很多餐厅我们还没去哈，但实在是吃不下了。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直接被震惊，又可以讲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香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关系啊。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，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。日料中的一股清流，特别好。第三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的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吃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，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
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啊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儿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回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2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鳞的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100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。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。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。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，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了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一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一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。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。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，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もん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2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。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
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点睛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，实名推荐这个饭。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三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看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？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那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然后酱油里面那个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，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那边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卡玩意儿，原来日本真的存在这种河豚全席。今天这家店非常的忙，直接把别人全家都端上了桌。这是他父亲，这是他姐姐，然后这是我。哇，其实真的要说日本料理的话，河豚跟寿司真的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现在正好不是也到了奥运会期间吗？那我们肯定是要吃点好的。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这家店还是看羽生结弦的采访的时候看到的，看服务员衣服就知道这家店很老。里面好像是和服，外面套了一个白色围裙。第一个前菜还是按照传统是河豚鱼皮，就是这个分量实在是太足了，挤上一点青柠蘑货云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碗的下面全是臭橙醋，夏天来一碗感觉比喝冰可乐还爽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4个很可爱的小碟菜，这个是泡菜乌贼刺身。它里面加的是明太子呀，这个好吃哎。然后这个是河豚鱼冻，里面是鱼皮和一些煮熟的鱼肉，它还加了一些很爽口的醋，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芥末大肠，它因为要压住那个骚味，所以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起来特别顶天灵盖的那个顶。然后介于接下来会有烤河豚，身上可能会留很多味道。说回下一个菜，就是河豚刺身，注意这个是1人份，不愧是老字号，轻轻的取上一片，放一根小葱，蘸一点红叶，再放一根这么粗的鱼皮，甚至你还可以放一块河豚肉，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吃法。卷起来之后再蘸一点点臭橙醋，软糯和 Q 弹的双重口感，感觉特别奢侈。接下来是一盘蒜香炸河豚，它还真的放了几个炸蒜在那儿，这是胸口的那一块，肉特别多但没什么皮，口感是外脆里嫩，不
不过油炸的话还是皮比较香。这真的就是鱼皮薯片了。吃完这个之后就把炉端上来了。これ全部フグですか？全部フグになります。皮になってます。こちら骨なしになってます。一只河豚身上真的会有这么多肉吗？我终于河豚自由了呀，姐妹们！下来一片没有骨头的，这个只能烤很短的时间，基本上第二面翻过来烤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看它卷起来的那个样子，现杀河豚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它上面是撒了一点调味辣椒粉，但它完全盖不住河豚肉的鲜味儿。里面是纯嫩的，带骨的这种会烤得久一点，反正就是从粉色烤成白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这种带骨的肉更嫩，而且一点点孜然会把河豚鱼骨的那个香味衬托得更明显，啃起来特别爽。然后在你吃完之前还会给你上一碗粥，也是河豚鸡蛋粥，里面还有肉眼可见的河豚肉，再就这一块烤的河豚肉吃，就我对河豚的所有幻想都被满足了。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河豚可以吃撑。又到了最后高档餐厅的甜品，水果拼盘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亚。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，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的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，就到了京都你会发现，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，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有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啊。这个就是一碗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将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啊？而且大将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紫苏月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然后是赤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肉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虾肉好多啊！我们继续下一个寿司，鱼子寿司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了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赤贝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。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。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加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窝头咯，3个字形容，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卡哇样儿。